嗨，大家好，我是 Kelly。今天的影片呢，我觉得比较有点像是拍给我自己看的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今年我非常没有跨年跟迎接新的一年的感觉。就我有一种觉得好像我还活在2019的感觉，就是因为2019的烦恼我觉得都还在，然后2020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新鲜事情或者有什么计划。都还没有排任何有一种让我期待的感觉，然后又觉得每天打开家门，因为最近比较忙，都没整理家里，然后都觉得我家还是好乱，然后因为我觉得很乱，就让我心情觉得更烦躁，然后这些所有很烦的因素，我觉得我2020打开门，就是所有这些烦恼的东西都还在，我就觉得好像2020没有让我特别期待。可是当然本来就不是说你知道2019到2020突然间 boom 新的一年，然后所有烦恼都会消失，本来就不是这样。可是我觉得以前会有一种新的一年，好，今年我也要很努力，然后很期待今年所有的计划，很期待今年的所有发生的事情这样。然后今年就有一种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小仪式。就你知道，大家不是都说很多事情是有时候需要一些仪式感，你才会有一种好像往那个地方走的感觉。完全不知道今天的影片拍起来会长什么样子，因为我其实连我影片的大纲想要怎么拍，我其实都没有想好。我就想记录自己，有点像帮助自己从2019推到2020。OK， 好，那我们现在就快点开始。那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其实就是大扫除。我是那种如果你来我家，然后看我家大概状态，你会大概知道我最近心情怎么样的那种。就如果你发现我家非常干净，然后东西都收得很好，就是很整齐，感觉表示我最近很多事情都是有在我自己的计划内，就是事情都蛮稳定、蛮顺利的。而如果你来我家，发现我家就是很乱，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有点乱，然后东西有点多，然后垃圾都没有丢等等的，就表示我最近其实就蛮多烦恼的事情，所以就是整理家里并不在我的怎么优先顺序内这样。所以我觉得2020 set up 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来把家里好好的打扫一次。就是我觉得打扫的过程其实就也很舒压，就是虽然很烦很累，要一直擦东西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每次打扫完的那个把脏东西排掉的那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打扫的时候，我想要来听一些音乐，或者听一些影集，或者听一些 podcast， 我觉得就是那个时间是很好，可以利用来听东西的时候，所以。我有好多东西都要过期了。其实我把柜子里一些过期的东西现在都拿到下面这边来，然后冰箱就是本来冷冻库有超多已经过期很久的东西，我也把它拿出来。然后我觉得厨房这一区应该是差不多。我现在要来吸一下地板，因为我地板超级脏，我可能已经有3个礼拜以上，还是1个月，就是没有洗过地板，所以我现在要准备要来吸个地板。超级脏的那个。好，现在客厅差不多弄好了，那我现在要开始来弄厕所。我觉得厕所是最可怕的，因为就是垢最多。接
接下来要来刷浴室，我很久没有刷浴室了。这边用 Kaboom， 还有一个刷子。我把那个厕所洗手台上就是也都整理了一下，也稍微把那个台面都刷过，然后就现在很干净。然后我把粉红色的那个垢也清干净了。那个粉红色的垢，就如果你很久没有刷浴缸，就会长出来。然后我一直每次洗澡都会注意到，可是就是都没有时间清它。今天终于把它刷干净了。我把厨房，然后稍微的客厅、稍微的书桌跟厕所都大致都弄好了，现在就剩下房间。房间其实没有太脏，因为其实，没有太在房间多做别的事情。其实最主要就是衣服堆，我很容易就是脱下来，然后衣服就丢那边。所以现在就是要把这边收干净，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别人来我们家住的时候可以睡的那种小可以折叠的床垫，然后我平常就把它收在这边，然后这边是一些备用的枕头跟毯子这样。然后再我觉得第二个部分，我一直都觉得蛮有用的是，让你本来就是最常接触到的地方有一些焕然一新的感觉。比如说，大家不是都知道我超级爱挪动家具的位置吗？我觉得挪动家具的位置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我挪动超多次。我自己通常就是如果心情觉得有点不好，然后觉得每天打开家里都是有一种就是有种怎么都一样的感觉，我就很爱挪动家具的方向的位置，或者是你每天会接触的东西，比如说你的被套，比如说你本来都是灰色，好，你可以换一点蓝色，或者换一点橘色，就是换一个小颜色，或是比如说厕所的浴帘、厕所的脚踏垫，很多都是那种很小的东西。我自己的经验真的都是，有时候就是把那个颜色换了一点点，就是真的一点点，然后你就是每次进厕所，或者你每次进房间都会有一种。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像我自己厕所的脚踏垫，有2个浴室脚踏垫，我12月的时候刚换，就我12月比较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有一点不一样的颜色，所以我12月已经换过，我今天就不换，就是我不想为了拍影片，就是又再换我的脚踏垫，才刚换而已。那我今天要来换的是手机，不是换手机本身啦，主要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你就是会想换一下手机封面。我觉得换手机封面，还有就是换那个手机 App 的排版位置，会让我觉得用手机的时候会有一种。不知道可能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种比较新的感觉。然后再来是我那天看到有人在网络上分享说，可以在就是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把所有就是手机上的照片都备份上去云端，就让自己的手机是一个很像全新一只手机重新开始的感觉，就我蛮想试试看。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知道我手机你们可能看不到，我看一下你们看不看得到？我手机上有很多，看我用的是玻璃萤幕贴，然后上面裂痕大概已经有4条，然后已经有大概3个月吧，可我都没有时间来换。我觉得今天可以趁这个机会，我想要来换一下我新的就是萤幕贴，这是在 Amazon 上买的。毕竟手机跟电脑都是我们每天会用的东西嘛，而且手机应该是我每天摸次数最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小新的气象、新的颜色在手机上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心情上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哇！拆开发现好薄哦，你看这个都裂掉了，那个。贴完了新的玻璃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小泡泡，但我觉得应该 OK。当完成。我现在的手机封面是我之前带他们去露营的时候的照片，很好笑，就很可爱。我现在想换一个比较不一样风格的，也是他们的照片。这个是哪个绘本？超级可爱的。好，我现在要来把手机上的照片全部都备份到云端上。
我都是用 Google Photo 备份的，现在就要等他们备份跑完，我就可以把手机上的那些有的照片删掉。我现在 backup 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就是要把这些9000多张照片从我的手机中删掉喽。哦，没有照片了，本来有9000多张哎，清空的感觉，很好很好。现在虽然已经是2020的1月，今天是5号，可是我还没有做2020的 Bullet Journal， 所以我现在想要来写2020的 Bullet Journal， 把2020一些比较重大的计划跟2020的一些目标都把它写下来。我觉得写下来会有一种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我今天想要来做2020的 Bullet Journal Setup。好，那我 Bullet Journal 的第1页，我想要先写的是我2020对自己设定的一些目标。这边写2020，好。第1页我会写我2020对自己的目标，我通常会写那种大目标跟小目标。大目标就比较像是大方向的期许，然后小目标就比较是，比如说我希望可以达到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比较很精确的那种小目标，会把它放在这边。好。好，我现在完成了，我把就是2020，就是整个每一天的，就是这样算什么年历都把它写下来，大概怎么这样。好，然后再来我们就进入到2020 1月的部分。好，那跟之前的 Bullet Journal 一样，我会把每个月的，就是每一天都把它列出来。好，然后这边我一样会跟之前一样，我就会把重要的日子就是标一下。然后我这边会放一个小格子，就是我有时候会帮每个月定一个目标，不论是比如说发影片的目标啊，或者说我自己工作上的目标，或是自己私人生活目标，这边会放一个 monthly goals。基本上我1个月的一开始都是这样做，就是把那个日期写下来，然后 monthly goals 跟这个月就是大概会什么事情会把那些日期都标出来。下一个我就会做的是当天的，比如说我现在来写明天的。然后我这边会放 to do list。然后我就会在这个 to do list 这边把我要做的东西都列下来，就是我明天一定要做到的事情。OK， 好，然后所以这就是我刚刚做的。你看我觉得我2020的 Bullet Journal Setup 差不多。我自己做 Bullet Journal 蛮久了，然后我自己的一个心得是，就是你的 Bullet Journal 一定要是跟你自己的习惯很契合的。我自己的习惯就是，你看我的 Bullet Journal 其实做的很简单，你看我这边设定的 Bullet Journal 是2020的 goals， 我等一下会把它写上去，然后会我这一年的那个年历长什么样子，然后1月。然后就是当天，我觉得 Bullet Journal 做久了，你会发现自己最适合哪一种。比如说像以前我会1个礼拜都先写下来，可是后来我会发现1个礼拜先写下来，跟前面我就是第1个月写下来是有点重复的。然后你看我现在其实是一天就是写一个，然后礼拜2我会再写一个，礼拜3我会再写一个。就是以前我会一次先写好1个礼拜1排，你们记得吗？后来我发现我还是习惯，就是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写一个当天的。我喜欢就是当天写当天的，我觉得比较有。我比较会自己顺一次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大部分的 Bullet Journal 做的东西，我都是越简单越好。所以我现在大部分都不会写1个礼拜的，我大部分就是写每一天的，然后形式越简单越好，就是不要让自己好像觉得要写一次 Bullet Journal 要填好多东西。我现在尽量就是越少东西越好，最主要是希望自己可以维持写 Bullet Journal 的这个习惯，这样。对。好，我现在是废话时间了，但是我觉得我刚刚写完这个2020的目标。然后我写完就是每一个月，就是我现在其实我刚刚不是有画那个年历吗？我现在其实上面有就是标一些重要的日子，就是有些重要的日子在2020我要特别记得的。然后我把1月整个要做的事情跟我的 monthly goals 都填上去之后，我觉得我好像有
比较觉得2020比较真实的感觉。我刚刚其实在录，然后在画我写年历，就是从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写到12月的时候，我有种觉得 OK 2020了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写 bullet journal， 还是因为我整个打扫家里，我其实觉得心情上有比较没有那么浮躁。我蛮开心，我有逼自己把整个家里都打扫一遍，而且我很久没有扫厕所。你知道，其实刷那个Go就是还蛮疗愈的。我蛮开心，我有拍的，我觉得我心情有比较好，然后至少没有那么的烦躁，很烦躁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好蛮多。然后希望这个影片也对有些读者有帮助。虽然我觉得我拍的应该有点乱，但是希望有帮助到跟我一样有点好像还过在2019的那个时候感觉的人。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迎接2020。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次的影片，然后也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那些跟我一样还徘徊在2019的人。这样，2020我们一起加油，然后一起努力。我们下次见，拜拜。